出进内院的萧炎四人被苏长老安排到了宽阔的小楼阁，武家十分错愕，苏长老竟然让他和薰儿两个女孩子和他们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随后苏长老便解答道，这个楼阁很大，房间也不少，将他们安排到一起也是因为内院的环境使然。内院中的那些老生会各自划分势力地盘，而内院管理层是十分鼓励这种竞争力的，毕竟想要不被人欺负，那么便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实力，否则一切免谈。强者为尊永远都是这个世界的主调，因此除非你实力极端强横，否则单凭一个人的话，在内院是不好混的。让萧炎等人住在一起的本意是希望他们能形成一个团队，共同面对所有困难，并且不离不弃。听得苏长老的解释，萧炎等人明白了其良苦用心，当下三人便表了态，愿意以萧炎为中心组成真正的团队。瞧得三人的举止，萧炎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近3年时间的历练，他皆是独自一人，或许性子使然，他习惯了单身面对困境。不过现在吴昊三人这般将团队指挥权交给他，无疑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与认可。这种感觉是以前独自一人时从未有过的。见到四人毫无间隙地凝合成一个团队，苏长老则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准备就此离去。武家及时问出了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内院有没有什么修炼课程？苏长老表示，只要有足够的火能进入天坟炼气塔修炼，那将会比任何课程都有用。勉强能算得上课程的就是学院每周会集体组织学员进入一次天坟炼气塔，另外内院中还有斗技馆、功法阁、竞技场等等场所，萧炎等人都可以去看看。交代完后，苏长老就离开了，萧炎四人也各自回房了。在结束了一夜修炼之时，药老现身告诉萧炎，抽时间去内院偏北之所探查一下，很有可能会在那里找到异火的线索。第二天清晨，难得清闲的萧炎还在同薰儿闲聊，事情就又找上门了。原来是新生在火能猎捕赛上的表现，令得一些老生心生不爽，导致老生团队接连不断地闯进新生区域，堵在出口处让他们缴纳新生纳贡费。而实际上按照规矩，新生的确该向老生交纳纳贡费，可内院也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新生顶多只给2方势力，而在缴纳给了这2方之后，其他势力还想收取，便得去找那2方势力说，再不关新生半点事情。可是来收取纳贡费的势力前后已经不下5波，新生这边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派了代表过来求助。作为代表的阿泰更是表达了新生宁愿将纳贡费交予萧炎，也不愿再给那些混蛋的态度。萧炎则表示不用如此，既然那些老生堵在出口收纳贡费，那么想必他们几个也不会落下。随后便让阿泰先去将新生聚集起来，他们随后就到。等阿泰等人离开后，萧炎问了一下团队其他人的意见，三人一致认为应该趁着萧炎声望正盛的时候将人马整合起来，组建成自己的势力，而现在正是拉拢新生的最好时机。于是四人便立即动身给新生撑场子去了。经过萧炎的一番操作，终于是把那些豺狼赶跑了，新生们更是崇拜萧炎了。萧炎却在此时喃喃道，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上道的阿泰一听，立即建议萧炎组建自己的势力。薰儿更是在一边表示，若是萧炎怕麻烦，可以将一切交给自己和虎家管理。新生见萧炎有意，更是直接表示，只要萧炎有魄力带头，就会全部跟他。在众人盼望目光的注视下，萧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并给自己的第一股势力取名为盘门，寓意是希望能像磐石般稳固在这强者林立的内院之中。将势力的名字确认下来后，萧炎便是丢给了薰儿与虎家2人安置新生，自己却找借口溜了出来。被追出来的吴昊一顿吐槽，其实萧炎是想去北边打探一下，吴昊知道后也跟着去了。只是随着2人的深入，这条向北的路子越来越多的人簇拥了过来，萧炎2人就只见到2旁树林之上不断闪掠而过的人影，以及呼呼的破风声响。这种奇怪的现象更是勾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2人加快了速度，直到看到了一座极为庞大的深埋地底的黑塔，只在地面上露出一截塔尖以及一层漆黑入口。这是萧炎第一次见到天坟炼气塔，而他们误打误撞之下正好遇到了开塔的时间，所以才会在路上看到那么多人。随着进塔的话声落下，萧炎按耐不住躁动的心，对着吴昊一挥手，就率先对着神秘黑塔走去。只是在萧炎双脚落进塔门之后地面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体陡然凝固，脸庞也犹如火炭般，并且一股股白色雾气带着一种犹如烤肉般的嗤嗤声响从其身体之内渗透而出。萧炎身旁与他同时进入塔内的吴昊也是如此。从后面进入本欲呵斥的老生，在看见萧炎
两人的情形之后，幸灾乐祸，吐槽新生不懂规矩的同时，不忘去请塔内长老。毕竟第一次进入天粉炼气塔，没有丝毫防备的新生，若是没有长老出手，恐怕会直接被由内而外的烧成焦炭。当然，此时的萧炎两人自然是听不见这些老生的话语。现在的他们正在为自己体内忽然出现的诡异情景感到骇然，并且忙碌不堪。被突然出现在体内的无形火惊到的萧炎，迅速冷静下来后，用青莲地心火将那簇来路不明的诡异火焰包围其中，随后才开始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萧炎百思不解时，药老出声告知，这便是因为靠近其本体而被投射在心中的陨落心炎分体，这意味着陨落心炎就在这座天粉炼气塔，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内院的学生在这塔中修炼会有如此快捷的速度。随后药老指导萧炎撤去青莲地心火，运转斗气从这缕无形火焰之中穿过。萧炎惊愕地发现，原本一股颇为粗壮的斗气在穿过无形火焰之内，竟然是生生缩小了将近1倍之多。虽然体积缩小了1倍，但是变得极为凝实，蕴含的能量也比先前庞大。尝到甜头的萧炎不由得大喜，连忙控制着一股股斗气源源不断地穿过那缕无形火焰。然而就在当其第5股斗气穿过之后，火焰却完全消散了，见证了仅仅是投射出来的一簇弱小分体火焰便有这样效果的萧炎起了对陨落心炎势在必得的心思。这时的萧炎还不知道自己与吴昊已经被围观嘲笑多时了。赶来救场的柳长老看到两人的情况，也是笑着说道，这2个小家伙出进天粉炼气塔竟然都不预先报告，这苦头吃的可有些冤枉了。人群中幸灾乐祸的笑声更是响亮了，直到一位银发银裙袍的年轻女子出现。该女子与柳长老交谈后，了解到那位身穿黑袍的青年新生是萧炎后，起了看看他极限在哪里的心思。在众人的等待中，吴昊在星火的炙烤下坚持了16分钟后到达了极限。柳长老及时用乳白色的火焰扯出了吴昊体内的无形火。2分钟后，见萧炎也紧跟着到了极限，虽有些失望，却还是赶忙救援。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形之火并未出现，反而是大股青色火焰在吞噬了乳白色火焰后，跟随着攻击气息引动，直接对着柳长老席卷而去。柳长老看出来了，这是偶发的异火自动互补现象，只是他仓促间虽抵挡住了攻击，身体上的衣袍却被焚烧了将近大半，就连头发也隐隐散发着一种焦臭味。此时萧炎却拎着已经昏迷过去的吴昊从白雾中走了出来，一脸疑惑地问着眼前有些焦糊的老头发生了什么事，吴昊又是什么情况。爱面子的柳长老肯定不能说实话啦，只是这事儿也怪不到萧炎头上，只得说自己操控火焰时不小心出了岔子，而吴昊只是因为星火炙烤而有些精疲力竭了而已，休息1晚上就会好了。笑眯眯地回答完萧炎后，转头就虎着脸凶走了围观群众。随后给萧炎介绍了银发学姐韩月，入学3年，实力强横，还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势力月灵。韩月欣赏萧炎，有意让萧炎加入自己的势力，萧炎却说自己已经将新生聚集在一起，组建成了盘门。韩月却是明说，萧炎这样的行为会引来很多麻烦，因为按照惯例，很多内院的势力每年都会吸收一些新生，以此来增强实力。萧炎的这一举动肯定会遭来很多势力的不满，受排挤会是必然的。一旁柳长老也是点点头，示意韩月所说不假。萧炎暗道草率了，只是事情已经这样了，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上萧炎潜力的韩月在沉默一会儿后，对萧炎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有需要的地方他将尽力而为。随后他便潇洒离去了。柳长老也带着萧炎去参观天粉炼气塔了。天粉炼气塔中的修炼室有高低之分，越高级的修炼室越接近塔内的中央位置，而修炼室一般都是得依靠自己实力争夺，实力越强则是能获得越好的修炼条件。在同一层塔内，不管修炼室的级别如何，他们的修炼费用都是一样的。在走进塔内的中央位置的时候，萧炎看到了深不见底的黑洞，眼睛死死地盯着深邃的黑暗，漆黑双瞳转化成了青火瞳孔。在那对青火眸子的注视之下，这些扭曲的空间犹如无形的蟒蛇一般，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对着洞口之处攀爬而上。柳长老及时将萧炎带离了洞口，然而萧炎刚刚被扯离洞口不久，周围温度急速上升，还有一道极为尖锐的嘶嘶声响从深洞处蔓延了出来。柳长老脸庞极为凝重，眼睛也闪过一丝恐惧。
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长老，还是隐隐听说过一些事情的。而萧炎被青莲地心火包裹的眸子却是清晰地看见了一条足有10来米粗壮，不知道有多长的无形巨大火蟒。无形火蟒虽然声势浩大，可当其撞在深洞上空5米位置的空间牢笼上时，却仅仅只是令得牢笼波动了一会儿，却再无其他效果。在一番挣扎后，力竭的火蟒再度化为无形，对着黑暗的深洞之内钻了回去。感受到周围降下来的温度，柳长老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从震惊中回过神的萧炎问柳长老，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柳长老却沉声告诉萧炎，这里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原本学员是不允许靠近塔内中央这里的。萧炎也十分上道的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出了中央地带，柳长老也是恢复了先前的淡定，再次带着萧炎在第1层塔内闲逛着。作为合格的导游，柳长老讲得十分细致。直到5号醒来，临走时，柳长老悄咪咪地告诉萧炎，等下次萧炎带人来这一层修炼，他会给萧炎等人找个中级修炼室中的好去所，在那里修炼不比高级修炼室差多少。毕竟现在盘门的情况不适合去和老牌势力争抢地盘。萧炎谢过柳长老后便告辞了。刚出炼气塔，药老惊异的声音就在萧炎心中响了起来。原来先前萧炎所看见的那条无形火蟒，便是由陨落心炎之中诞生的灵智，甚至可以说那条火蟒就是陨落心炎的本体。内院则是利用空间囚牢，将陨落心炎当成奶牛般来圈养，然后不断的从他身上获得取之不尽的牛奶，也就是陨落心炎的投射分体。萧炎十分惊叹这内院艺高人胆大，药老则表示他们这是在引火烧身，火焰可疏不可堵，内院这般封堵就犹如是在火山口上建立壁垒一般。现在的压抑仅仅是在储存力量，等到爆发之时，这天坟炼气塔将会在顷刻间毁灭。不过在爆发间一冲一堵，双方总会有所损伤，而到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药老预估多则2年，少则1年，将会再有一次变故。这意味着萧炎在接下来的日子得抓紧时间在塔中修炼，最好是在半年内提升到斗灵级别，将那地阶身法斗技3000雷动也学起来。毕竟打不过也是得要有能够逃跑的本事。还有就是收集地灵丹的各种材料，为陨落心炎的爆发而凝聚力量。萧炎这边刚感叹完自己的事业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寒门又出事了。欲知后续发展会如何，请听下回分享。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